家好，我是苏晴。我喜欢旅行，更喜欢在旅途中观察人。我看过很多人，也听过很多故事，慢慢发现不同星座的人，生命轨迹和情感模式真的有些奇妙的暗合之处。今天我想和你们聊聊我观察名单里最特别也最容易被误解的那个星座——摩羯座。很多人觉得他们冰冷、坚硬，像一座无法被撼动的雕像。但只有真正走进过他们的人才知道，那坚硬的外壳之下，藏着一个多么深刻、多么炙热的灵魂。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冰冷的真相是：你以为伤害一个摩羯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果吗？我劝你再想清楚一点，因为他们的沉默远比千万次的尖叫更加响亮。他们的缺席会在你生命中留下一个永远无法被填补的黑洞。今天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伤害摩羯座会让业力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最精准的方式悄然降临。我们会谈到很多个理由，但你一定要听到第三个，因为那是一个足以让任何一颗冷酷的心都为之动摇的真相。第一章，寂静的审判，当摩羯座选择沉默。但这种所谓的业力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戏剧性的诅咒，或者充满仇恨的报复。不，它要高级得多，也残酷得多。这一切是从他们的沉默开始的。当一个曾经对你无话不谈的摩羯座突然变得沉默，那不是暂时的情绪，不是在等你哄，更不是一片空洞的虚无。那份沉默是他们内心世界里一场漫长审判的最终判决。他在用一种无声的语言告诉你，你到此为止了，我不会再为你投入任何一丝一毫的情感能量。你要知道，摩羯座的离开从来不是一时冲动，那是在经历了无数次内心的挣扎，无数次自我说服去原谅，无数次给出连自己都觉得可笑的机会之后所做出的最终决定。所以当他们转身的时候，姿态总是那么平静，那么彻底，平静到让你怀疑他们是否真的爱过。但正是这份平静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在心里早已走完了所有歇斯底里的流程。当他们物理上离开你的那一刻，他们在情感上早已经走了几万里远。他们转身就再也不会回头，而业力的第一章就此展开。你会在你最需要建议的时候拨通电话，却只听到一片死寂。你会在人生陷入低谷，渴望那份曾经唾手可得的稳定与支持时，才发现那座你一直依赖的大山已经消失在了地平线上。你失去的是一个锚，而你的世界将因此开始漂泊不定。第二章，情感堡垒，他们如何筑起无法逾越的高墙？为了理解他们为何如此决绝，你必须明白，摩羯座的防御机制从来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一种基于核心原则的深刻的自我保护。首先，他们永不忘记，但这不是记仇，他们记住的是教训。让我给你一个更精准的比喻，他们的记忆不像一本记录着谁欠了他们什么的怨恨账本，它更像一片正在不断演变的地质岩层。每一次小小的失望，都像一场微雨，将细碎的泥沙冲刷下来，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悄然沉积。而每一次重大的背叛或是不尊重，则如同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高温高压将那些松散的沉积物挤压成一块坚硬、冰冷、纹理分明且永远无法被移除的花岗岩。这片岩层就是他们的故事，就是他们踩在脚下的现实。
他不为复仇，只为确保自己下一次能站得更高、更稳，能看清远方的悬崖。正因为如此，他们会用你打破的每一个承诺，每一次的背叛，为自己一砖一瓦地建造起情感的堡垒。这座墙不是一夜之间竖起来的，它是你亲手为他们提供的建筑材料。而一旦这座高墙建成，它就真的无法逾越了。任何的道歉、眼泪、借口，都只会像撞在墙上的浪花，除了让你看到自己的狼狈，再无他用。因为在摩羯座的世界里，有一个不可协商的基础，那就是尊重。你可以犯错，可以愚蠢，甚至可以软弱，他们或许会失望，但仍有沟通的余地。可一旦你跨过了不尊重那条红线，对话就结束了。这是他们关系中的绝对底线，一旦触碰，万劫不复。说到这里，这听起来像你认识的某个摩羯座吗？或者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很喜欢看你们的故事，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星座和经历吧。第3章，珍贵的真心，你打碎了世间罕见的忠诚。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人太难相处，太过计较。但现在我想请你转换一个视角，让我们从他们的防御转向他们的情感价值。你必须知道一个真相，在那冰冷、务实，甚至有些悲观的外表之下，摩羯座藏着一颗巨大、温暖且极度深邃的心。这颗心有着近乎悲壮的责任感和无尽的爱意，但它从不轻易为人跳动，它只为极少数真正赢得了他们信任和尊重的人绽放。而摩羯座的忠诚近乎是神圣的，当他们选择了你，他们会在你被全世界怀疑时坚定不移地捍卫你，他们会在你最穷困潦倒、一无所有时默默地支持你，他们甚至会在连你都自我放弃的时候扛起你的未来。他们的爱不是空口的甜言蜜语，而是刻在行动里的沉甸甸的责任。现在我想请你想象一下一个如此珍贵的场景，当你终于穿透了他们所有的防线，克服了他们所有的考验，赢得了这份世间罕见的坚定不移的忠诚，却又因为自己的愚蠢、自私或是不屑，亲手将它击碎时，会发生什么？第4章，浴火重生，你给的痛苦成了他们封神的阶梯。这就是业力真正的高潮，这也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最震撼的第3个理由。当你伤害了一个摩羯座，你以为你毁灭了他们，但你不知道，对他们而言，你所施加的痛苦只是最优质的原材料。他们是沉默的炼金术师，能将这世间最黑暗的情感转化为最耀眼的力量。他们会将那些因你而流泪的不眠之夜，转化为第2天清晨改变人生的周密策略。他们会将那份被背叛的刺痛，转化为未来识人辨物的精准直觉。他们会用你带给他们的每一分痛苦，去雕琢出一个更强大、更专注，也更无懈可击的自己。他们就是那种你把他推下悬崖，你以为他会粉身碎骨，结果他却在谷底学会了飞翔的人。他们是沉默的战士，跌倒1000次，就会在第1001次带着一身新的铠甲重新站起来。每一次重生都比上一次更强，每一次归来都比上一次更冷静。最残酷的是，他们从不寻求报复，因为报复意味着他们还在乎你，还愿意为你浪费时间和精力。不，他们不会，他们只会超越你。这就像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小故事。想象一下，你推倒了一座你认为是他们全部世界的城堡，你站在那片废墟上，看着散落的砖石，感到一阵胜利的快意。你以为你赢了，你以为留给他们的只有哭泣和重建的麻烦，但你等了很久，没有等到哭声，
你只看到他们沉默地走进废墟，弯下腰，平静地一块一块地捡起那些破碎的砖石。他的眼神里没有恨，只有一种你看不懂的专注。然后在远离你的一片你从未涉足过的高地上，一座全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它不再是那座脆弱的城堡，而是一座高耸如云的灯塔。你给的每一块砖都成了它向上攀升的阶梯。夜幕降时，灯塔的光芒开始旋转，它一次又一次地划破你所在的黑暗，照亮了一片你闻所未闻的更广阔的世界。而那光恰恰让你无比清晰地看见，你和你脚下的那片废墟被永远地留在了阴影里。这就是摩羯座式的业力，不是把你拉下来，而是上升到一个你再也无法企及的高度。你看着他们成功，看着他们发光，看着他们的人生变得越来越精彩，而你只是他们成功故事里一个早已被遗忘的注脚。第5章，终极真相，他们从不需要你，而是选择了你。但这一切还不是最让人心碎的部分。关于伤害摩羯座，那个最容易被误解，也是最震撼的终极真相是这一点：他们从来都不需要你。摩羯座是12星座里内心能量最自给自足的星座之一，他们一个人就能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规划、自己的精神宇宙。他们的情感连结从来不是出于依赖，不是因为孤单，更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缺失需要你来填补。所以，当一个如此独立、如此完整的摩羯座决定让你走进他们的生活时，你要明白这背后惊人的分量。这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你，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你。在看遍了人性的复杂与现实的残酷之后，他们依然选择相信你，选择把他们那颗极度珍贵、从不轻易示人的心分一部分给你。被一个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人所选择，这本身就是一份无上的荣耀，一份最稀有的礼物。现在你明白了吗？失去一个需要你的人，或许会让你感到一丝烦恼，但更多的是解脱。但失去一个选择了你的人，会让你从灵魂深处彻底的、清晰的看见自己的空虚与不值。这就是业力最精准、最残酷的报复。它不会让你身体受伤，它只会让你清醒，让你终于意识到你曾经被一份多么稀有的爱所珍视，却又亲手毁掉了这份生命中本不该属于你的例外。终章，业力的回响，你失去的永远无法寻回。所以，伤害一个摩羯座，你最终会得到什么？你不会听到诅咒，不会看到报复，你只会听到自己当初那些轻绪行为，在未来漫长岁月里不断产生的回响。这回响是他们留下的那片令人窒息的沉默，这回响是你与他们之间那道再也无法跨越的越来越远的距离。这回响更是有一天，当你午夜梦回，蓦然惊醒时，心中那股意识到自己究竟失去了一个多么珍贵的人时，无边无际的悔恨。业力有时候就是这么运作的，它缓慢但无比精准。宇宙终将会用最公平的方式，让你亲身体验到你曾经施加于别人的那份感受。你所失去的将永远无法寻回。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对摩羯座或是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请务必点个赞支持我。但最重要的是按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因为我这份来自一个观察者的笔记，只想分享给真正懂的人。点个关注，我们才不会在接下来的旅途中走散呢。